嘿，大家伙儿早喽！12月28号星期六周末了。其实我已经训练结束了，但是今天开始的时候忘了跟大家问好，天太黑了。我们就先看看今天的周六早晨的集体训练，之后咱们回评论啊。开刀。哎呦！好，比赛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韩国人记住了。小伙伴们，今天是礼拜六，昨天的30公里还可以，哈哈哈。今天又是一个20。我热身还没停表，现在应该13，但是你们看到的是17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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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。你看高了。斯卡莱。今天还真行。好吧。还到。倒数2公里，第2公里337，最后1公里330。该算再算回来了。结束今天的训练，一会儿咱们回评论。来到，再算来到 ，last。好，先跟大家说说今天这个训练。今天一共是23公里，我热身到这儿是不到3公里，2.9。今儿出来晚了，我看错表了，少看了10分钟。然后出来觉得不对，到这儿3公里我还有14分钟的时间，玩命往这儿跑，因为一出来又不敢太快。所以今天到这儿都没来得及重新开表，因为大家就出发了，约的是5点50出发，我到这儿的时候是5点49分，可能5点49分40多秒，特别极限。因为一停表再重新连，它连接心率带跟那个 POD 大概得10几秒。平均配速4分11，是23公里的平均配速。运动表现出色，最快1公里3分30，最大心率冲到181，平均158。我们看看分段配速。前3公里是从家跑过来热身，第1公里4分49，第2公里4分43，第3公里4分29。你看，就从家里出来热身的时候，其实是跑不快的，就是想跑快也跑快，不敢跑快。然后之后就进入正题，
413、417、408、413、408、409、416、413、413、413、413、410、412、404、401、405、406、403、338、331。OK， 就是手表实时推的那个配速，4舍5入的时候会舍，然后之后再最后体现出来的这个4舍5入会入，就是它会按4舍5入往前入。昨天报名了无锡马拉松，然后也给组委会发了邮件，看看能不能用那个海外的成绩做直通，因为他那个没有让填成绩的地儿，他应该直接去那个他应该直接去中国田联那儿去查，但是我觉得应该是 OK 的，给他发了个邮件。Have a good New Year， 哈哈哈，哎，所以很有可能就无期见了。然后很多小伙伴说初跑者5分多的配速推荐鞋，反正我就这么想。如果您不是大体重，就正常的身材的人，就基本上随便买，有没有碳板都 OK， 好看就行。然后呢，如果你是大体重，你就看这鞋，比如你去店里，你看这鞋，或者在线平台，你看这鞋，这品牌的鞋啊，你就找那看着最沉的，看着最着实的、最厚的跑步鞋就 OK 了。可能就方言就出来了，着实就是特别的坚固，特别稳固。所以就这么选。就像一开始，你看我刚开始跑步的时候买那个凯亚诺，哎，那时候真是觉得跑鞋一双能穿好久，所以1000多的鞋也就买。那时候1000多可比现在1000多值钱，对吧？那10年前的事儿了。所以就是小伙伴说理解我的这个对跑鞋价格的敏感，确实是你要一个月几百公里，比方说像我这样跑，比如今天这种强度，我昨天跑了一个30，今天我不可能穿一个慢跑鞋来参加这个20，那肯定每双鞋都不能太差，又不想太差，又不能太贵，因为太贵你说平均3个月2双鞋，或者说4个月2双鞋这种程度的话，确实换鞋的成本太高了。所以我就是觉得现在500到800之间的，你不能说是就是你不能和阿尔法弗来对标，但是你穿上至少是有劲儿，就很可以了。所以这就是我对跑鞋的感觉。有小伙伴问那双 Pro 4的后续，就还没有后续呢，他说得2周，就是这周是第1周，下周再等等消息。然后说冬天跑步出汗，出完汗以后呢，到后边几公里又冷，那怎么办？你看我也出汗，对吧？但是怎么说呢？就是如果你出到那种汗，说到后边冷的不行了的话，那我的判断是你可能穿的有点太多了，啊，这是我的判断。就是应该是什么感觉呢？冬天是出汗，但是呢，基本上这个汗呢到这儿流不下来。然后身上的汗呢，就是让衣服微微的阴湿，你基本上，比如我现在站这会儿就干了，就是这样，没有那种就特湿的那种感觉，所以可能穿多了。然后是不是不建议20岁的小朋友跑20公里以上？如果你不是专业的，我确实是不建议。我觉得20岁左右的，尤其是男性，基本上以半马为最终的目标。就是这个年龄段最终的目标。全马的话，24岁以后吧，就20岁的时候，其实你还不够强。如果一下跑太长的话，到后边可能会受伤，而且对你的整个的骨骼发育、韧带可能都怎么说呢？就是你不能说它就坏到不行，但是不是太有好处。个人判断啊，当然你要特喜欢也无所谓。说阿迪那双鞋在国内卖1699，那夸张了。我觉得你想这1699这双鞋你能穿多少呢？就是你把它当日常训练鞋，可能有人不舍得；你把它当比赛和日常强度课的鞋，那你说这双鞋的累计跑量超过了600公里，你还穿它比赛吗？那不一定穿它比赛了，对吧？你肯定会觉得性能有损失，而且这鞋越贵，你的这觉得性能损失就越心理的落差就越大。我觉得1699，反正这么说啊，我应该不会再买了。我应该最近就是700-800的鞋。也有小伙伴说想让我尝试一些其他的鞋，但是坦白的说，就是
现在如果你说让我去不停的买鞋去做测试，我其实有点压力，就有点心理和经济的压力，这是实话。所以完全没有尝试过的品牌，想踏出那一步不太容易。我会尽力，好吗？来到。자, 다음은 1가 28. 오이씨! 今天这个20公里是为了我们跑团这位越南朋友，他想半马跑进1小时30，成功了。所以就是跑鞋这事儿，我再看吧。有好多人推荐安踏的鞋，我再试试。李宁的鞋对我来说可能过于昂贵了。 途中上げるからどうなることやと思った。ナイスラ。強いよ。然后就是那小伙伴说比赛，好像也是同场的台北说穿多了。对，比赛就是这样，比赛不能穿多。比赛其实冷一点没事儿的，尤其是这种马拉松或者半马这种比赛，冷一点真的没事儿的。 但是如果你穿多了，没有任何的解决方案，你出汗难受就是难受。所以我觉得什么天气的比赛，只要不是极限天气，就都是竞速就好了，短裤，然后竞速背心儿，特冷的时候戴手套，戴护住耳朵的帽子，就护住末端就好了。你看我这么怕冷，现在因为瘦了以后确实挺怕冷的，我基本上也是都是这样，除非是就无所谓的那种社区形式的小比赛。 今天风特别大，而且真的累了，不跑回家了，坐地铁回家。刚才忘了一个评论，有一小伙伴问半马想从1小时25跑进1小时17应该怎么练，然后他制定了一个计划，就是先用一个周期去堆有氧耐力，然后呢再有一个周期去增加间歇拉速度，最后再做速度耐力。我觉得没问题，但是呢，我还是个人认为，普通人半马 想跑进1小时17，有的时候得看点运气，确实是挺难的。就3分30多的配速顶下一个半马，我觉得对半马来说，就是看如何能越接近你的 LTR， 你的乳酸阈值的配速去完成，成绩就越好。想超过是不可能的，差不多。你看我的极限就是比我的阈值慢4秒，平均配速。 完成一个半马，我觉得3秒就几乎不可能了。可能高手也差不多就这样，但是人家的阈值配速高，所以呢，就是你看你冲击，咱们第一个周期的有氧耐力就先不说了，你冲击你的强度，跑间歇、短距间歇冲击速度能力的时候是拉高 LTR 的过程，然后最后这个速度耐力的训练、阈值跑的训练是 让自己的身体承受这个压力下的持续的输出，我觉得安排的特别好，没有任何问题。大部分想追求半马成绩的小伙伴应该都走这条路。如果想追求5公里、10公里呢，那就是多做间歇跑，把自己的绝对速度拉高就好了。如果是全马的话呢，应该是以速度耐力和有氧能力为主。 就是你的阈值拉到一定程度，比如像我现在LTR 在3分30出头，我觉得够用了。剩下的就是把前面的基础再往前顶。但是如果您现在的阈值可能在4分的话，那我觉得可能为了冲击好成绩不够用，破3应该是够用了。可以呢再多增加一些速度训练，这就是我的 观点，像今天我们这种20公里到最后几公里冲刺呢，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准备马拉松的训练。如果说准备半马的话，这就有点长了。嘿，都7点46了，赶紧回家吃早饭，然后上午还要忙一些工作的事情，下午咱们直播间再见吧，好吗？今天合练很开心，但是确实是连着2天这么跑有点累，回家休息了。 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下午直播间再见。